全家被流放黑风原，所有人都以为会死在这吃人荒原，只有我低着头，死死压住翘起来的嘴角。这里的黑盖土肥得流油，这片草能养1年3胎的羊，正午的太阳能晒出全天下最好的肉干。这独有的环境气候，更是养得出汗血宝马。那是北境10万铁骑做梦都想要的东西。你们把我扔来等死，我偏要从这把土里爬到你们头顶上。哥，拆车板，欢欢，折柳条，越长越好。威尔，这种粗活，天黑前搭不起来，今晚全冻硬。你这绳子跟谁学的？途中看异族搭帐记下来的。威尔，你笑什么？娘，这土肥，这片地养得活草，养得活牛羊。爹娘，从今天起，这家我撑。姐，真的吗？3天让你们吃上肉。3年呢？3年让把咱们送来这儿的人亲眼看见咱沈家站在他们头上。干粮只够撑2天了。2天够了。威尔，这荒原连个买东西的地方都没有，拿什么活？娘，谁说没有铺子？这片草原就是个堆满了货的大铺子。哥，跟我去进货。威尔，京里那对母女正盼着咱们死，你一个姑娘家刨土挖石，传出去成何体统？原来是京城来的，连锄头都没摸过的，3天就埋这儿喽。爹，体统不能当饭吃，他们盼咱死，咱偏活得比谁都好。妹妹要做什么，我跟着。天黑前回来。进了铺子，第一件事儿认货。野葱提味，野鸠根挖了能吃，那是野麻搓绳子的好东西。威尔，你这些从哪儿学的？书上看的。野菜垫不饱肚子，要吃肉得会下套。旱鼠洞一夜能进7、8只，这些套子是埋长线，明早来收。这一套运气好，今晚就能开灰。威尔，羊，正好今晚的肉有了。别杀，这是头小母羊，养大了能下奶，能生崽。杀一只是1顿，放一只是往后许多顿。去吧。他这是在谢你？他在记录，下回他会带朋友来。有羊的地方就有牧人。那今晚还吃不吃肉了？别忘了我们中午下的套，走，回去看看。中了，威尔，真中了！今晚有肉了。一只兔子，先垫垫，明早再去看看剩下的。威尔，是爹老糊涂了。哥，这是今天剩下的料，搭草棚、捆奶桶都是本钱。妹妹，我服。今晚这一只是开头，明早天没亮，咱去收旱出套。全中了，威尔，这一下够吃好几天。套子留着，下回还用。这草原的铺子开张了。小姑娘，老汉头一天话说重了，对不住，这香味实在熬人。老汉用这半袋粗盐，1只羊皮口袋，换你1碗汤，行不行？赵伯，盐和口袋我收下。丫头，你心善又有本事，老汉也是冤枉流放的，在这原上熬了3年，认得些门道。告诉你一句要紧的，前头3里地那日松家有奶羊，他家阿妈是个明白人。奶羊，你要真能在这原上立起来，带带我们这些老骨头。赵伯，您这话我记下了。姐，1碗汤换半袋盐，值吗？盐是天头，我真正换来的是赵伯那句话。啥话？那日松家有奶羊。奶羊跟咱有啥关系？欢欢，你听好，就有奶酪，有奶酪就有银子，有银子咱们就能好好的活下去。所以明天一早我去那日松家去抢。不是抢，是换。这空口袋我要让它装满奶回来。威尔，你真要去那户牧人家？娘，我不空口去，我去换。拿什么换？咱家现在什么都没有。娘，你等着，我去把这口袋装满奶回来。汉人，走！汉人的官刚砍了我们3户的草场。撒因败怒，
我来换一口袋羊奶。换奶？拿什么换？我家的羊也不是头头都下奶。您家是不是有羊不下奶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。我能让它3天产奶，治得好，您给我1口袋奶；治不好，我白给您家干一冬。3天？带我去看，看完您再决定信不信。3个月没下奶，喇嘛都瞧过了，没用。奶根这里硬结，是乳腺淤堵，这羊又瘦又受过精，气血不通，奶自然下不来。不是治不好，是没治对地方。借我1口锅，1把艾草，半碗豆面，3天挤不出奶，我认输，白给您干一冬。挤得出1口袋奶，归我。紧张，东西给你。在草原，会做事比会说话管用。这3天我一句多余的话没说，让羊替我说。下奶了，真下奶了！3个月了，下奶了！丫头，约定算数，这1桶奶归你。阿妈，这口袋奶我不白拿，3天后我让它变个样，再送回来给您尝。变个样？变成啥？变成你们草原上从没见过的东西。姐，真换来奶了！换来了，接下来让它升值，重的沉底，轻的浮头，转得快，分得开。1桶奶挑出最金贵的那层，做成奶酪，1口袋奶就能翻好几倍的价。成了。姐，这就给那日松送去。送，一来我答应过他，做人不能失信；二来这块料是我去跟他们大买卖的敲门砖。走。这是天上的味道，你快尝。丫头，这是你用我那桶奶做的？沈姑娘，我家3头母羊的奶，往后全给你。先别急，我这趟来不光是还你一个人情，还想跟你们谈笔更大的买卖。更大的买卖？我要是只换你们一家的奶，做几块酪自家吃，那叫糊口。我想做的是把这奶酪卖到草原外头去，换真金白银，挣的钱大家分。可那样要的奶就不是你们3头羊够供的了。你是说要联合别家牧人一起出奶？对，您在草原上有威望，您说话，别家牧人才肯信我这个外来的。这事儿得您帮我张罗。成，这片草原上谁家有几头能挤奶的羊，妈妈门儿清，奶的事儿包在我身上。沈姑娘，奶有了，那做出来这么多奶酪卖给谁去？看到点子上了，奶你们帮我备着，卖给谁让我好好想想。奶乌云帮我张罗，奶酪我会做，可那日松说被话问得对，做再多奶酪烂在草原上也是白搭，它得变成银子，这个家才翻得回来。要卖就得卖给识货又出得起价的人。塞北人来人往，总有这么一个人。下一步我得替这块奶酪找一个买主。威尔，这是东草场养牛，南马场育种，西毡坊皮草，得是咱反储粮的命。威尔，士农兵商，商在末，沈家世代书香，不做这等满身铜皱的事。爹，您忘了，您当年在户部管的是什么？是天下钱财调度。女儿小时候趴在您书房听您算边军粮草账，1石2几2银多少里形成，您算的比谁都清。女儿这些不是凭空懂的，是您亲手教的。哥，我赞成姐，双手赞成。爹，妹妹要做的，我跟着。你也跟着胡闹？爹，胡闹的是把咱们送到这儿的人，不是妹妹。爹，您先别气，女儿想跟您单独说几句。爹，您算笔账，7口人一冬要20栋粮，20两碎银换不了5栋，咱沈家想活得4000足的。商通卖给乔家这样的大商货换银子军用，北境10万起骑，要马要粮要靴，这是最大最稳的一笔。3条路缺1条咱倒，这道理跟您当年管边军粮草一模一样。威尔，这些细物，一个姑娘家怎么琢磨得这般透？爹养我16过年，而这颗脑子，何况流放路上，女儿想了2000里，除了让这家活下去，没别的可想。养马是杀头的本事啊！爹，杀头的是贪墨军马银的人，不是养马的人。威尔，你这是……爹，让女儿试一回，把家交到女儿手上，输了，女儿陪您种地一辈子，再不提伤字。20两，沈家最后的家底。爹老了，
又病着，看不清路了，以后就靠你了。上辈子黑蓝土木区带汗血马我都研究过，这一世全在我手里。这片地从今天起姓沈，等我把荒原变成粮仓那天，京城那张被人占了的嫡女座椅，我亲自回去掀了它。妹妹，图是画得好，可20两家底撒到这4样里，连个响儿都听不见。牛马毡坊菜窖，哪一样不要大把的银子没底？哥说到了点子上，图是死的，得有银子让它转起来。眼下这20两是火种，不是柴，我得先找一笔来钱快的买卖，把火升起来。来钱快的买卖，这荒原上哪儿有？有，就看认不认得。哎呦，这破鞍子坐一天，骨头都散架。草原人骑了千百年的马，受了千百年的割，这就是来钱最快的那笔买卖。你看，这鞍子全是硬木，人的重量全压在2块坐骨上，骑一天可不硌得慌。要是在鞍面垫上软衬，再塞个气囊把力摊开呢？气囊？给我2天，我做个东西出来，你来试。妹妹，这玩意儿真能成？我看你这2天手都磨破了。硬鞍个人是因为力全压在骨头上，这软衬加气囊把力摊开，人就不疼了。成不成？让那日松骑一回就知道。啊，咦，软乎乎的，可马一点不晃。气囊吃住了力，你坐得稳，颠的劲儿全让气囊泄了。跑2圈试试。神了！跑了一大圈，屁股不疼了，腰也不酸了。沈姑娘，这鞍子比我那硬木鞍强10倍。好用就行。那日松，我问你，这软鞍草原上用得上用不上？用，怎么不用？我这就回去跟族里说。等一下，先别急着自己用，我要的不是卖你一副鞍，是让它在草原上传开。传开？一副好鞍自己用是省力，传出名声，换回银子，才是我那产业图的第一把火。沈姑娘，这木华黎部是草原13部里头马最多的，足有300匹，他们认了，别的部落自然跟着认。鼓鼓囊囊像个馒头，汉人的花架子。我们木华黎部的木硬鞍传了8代，凭什么换？3位长辈，软鞍好不好，嘴上说不算，您试一下，没准能多骑10年马。骑1圈又不要钱。不酸，骑了3圈，这把老腰竟不酸了。丫头，我就说我没看错人。我木华支部300匹马全换你的软鞍，1副2两，绝不还价。300副，1副2两，600两。3位长辈，外人买1副2两。你做生意还分远近？这片草原往后是要一起吃饭的。今天帮过我的人，我记着；邻居的钱，我不赚。沈姑娘，不，往后我不叫你沈姑娘了。哦，你造出软鞍，让木华黎部8代的硬鞍都换了下来。你比我小，本事却比我大。我那日松这辈子就服你，认你这个姐。往后我叫你薇姐。好，这声薇姐，姐认了。那日松，软鞍这一卖600两到手，草原13部也都知道我沈之薇能造好东西，这第一把火算是升起来了。可要把那张产业图盘活，这点钱远远不够，还得有个出得出大价钱的主顾。姐问你，塞北最大的商号是哪一家？乔家，乔正廷。塞北的皮货茶马生意，半数是他家的。薇姐，我带你去见他。不，咱们不去求他。不去见他怎么知道？你只需托往来商队给乔家递2句话。第1句，黑风原出了种软鞍，木华力部300匹马全换了，这是让他知道我有本事、有信用，值得打交道。第2句呢？第2句，黑风原还有一样吃食，1块顶5两银，乔掌柜怕是没尝过。1块顶5两，勾着他的好奇，又吊着他的胃口。会做生意的人听见没尝过还这么贵的东西，一定坐不住，让他自己跑来，主动来的人，价钱才是我说了算。姐，他真来了！不奇怪，软鞍勾着他想谈生意，奶酪勾着他的馋儿，2样加一块，他坐不住。能让木华黎部换鞍，又敢说1块顶5两的，
是哪位？民女沈之薇。姑娘，你这奶酪值这个价，我要全部包圆，往后有多少要多少。乔掌柜，奶酪可以长供给您，但在谈价钱之前，民女想先跟您算一笔更大的账。光卖奶酪太小了。哦，姑娘请讲。奶酪您要包圆，我谢您识货，可一锤子买卖，吃完这顿没下顿。我想跟您做的是长久的生意。怎么个长久法？您给我2样稳的销路，预付的定金，我还您3样奶酪、肉干、皮货，按月供，量足价稳，独一份，塞北别处买不着。2家绑在一条船上，这买卖才经得起做。好，老夫走南闯北30年，跟王公谈过，跟马匪谈过，头一回叫一个姑娘把账算到3年头去，就这么定。定金老夫先付，往后按月供货。沈姑娘，头1个月500两。丑话说前头，这才刚开张，下月还得翻倍，你这作坊可得跟得上。500两。薇儿，这一打顶你爹在京里3年的俸禄啊！娘，姐，咱家发财啦！欢欢，小声点儿。妈，这钱先收起来，谁也别往外说。挣了钱还不兴高兴？咱们在这荒原上动静越大，京城那边越坐不住。你是说知交那丫头？他还有他背后那个人，一个流放犯在黑风原月入500两。这话要是传回京城，您当他们听了能睡得着觉？不过那是往后的事儿，急不来。眼下我有桩更要紧的，乔家下月要翻倍的货，可我手里这几个人连这个月的量都快赶不出来了。哥，这奶酪1块顶5两，比银子还招贼。近来荒原上流民越来越多，作坊不能不防。墙头给我拴一圈铜铃，夜里谁翻墙，铃一响，咱就知道。至于吗？几块奶酪？今天是几块奶酪，明天就是几百两的货。哥，家业大了，篱笆就得扎紧。别打，我饿，我娘3天没沾米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石头。进去说。想吃自己学着做，这是张学徒气，管你饭月给6000工钱，把手艺学好，比你偷划算。您不报官？学门手艺，你活，你娘也活，这账你自己算。石头这条命，往后就是您的了。哥，你想想，原上像石头这样饿着肚子又肯下死力气的流民，何止一个？我正发愁没人守。妹妹是想把他们都招进来，与其拿铜铃防着他们偷，不如把他们变成自家人。明儿放话出去，沈家招学徒，管饭，给工钱。薇姐，这才一夜，10里8乡都传遍了，说沈家那位汉人姑娘肯收流民，管饭给钱，是个有大凶心的。赵伯，当初是您1碗汤换来的交情，给我指了那日松家这条活路，今天轮到我拉您一把了。都起来！从今往后，沈家不养闲人，只要肯学手艺，肯卖力气，管饭给工钱，这荒原上就有你们一条活路。爹，这月盈余500两，女儿留200，扩作坊添人手，剩下300，给您和娘添几身像样的衣裳，补补身子。咱沈家就算是流放犯，不能再叫您2老穿酸。这条路你走得比爹想的还稳，爹不拦你，可爹得给你提个醒。一个流放犯1月之间招了20几个流民，进账500两，这动静太大了。爹请说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女儿懂。京城那对母女，还有他们背后那位这些人，眼里见不得别人好，盯上一块肥肉是会要命的。挣得越多，你越得把锋芒收起来。爹放心，这500两女儿压着，能瞒多久瞒多久。可纸里包不住火，迟早有传到京城那天。女儿要抢的就是那把火还没筛烧过来，把根扎得够深，深到他们就算来了，也拔不动。很多人不明白，沈家获罪，为什么只流放了7口？我爹有一位平妻卫氏，进门晚却最得宠。我卫氏与沈环臣3年前便分宗别居，这罪与我和娇儿无干，撇得干干净净，带着知交留在京城。而我那位好妹妹，如今已经不叫庶女了。娇儿，族谱改好了，你过继到你已故大伯名下，制作嫡出。从今往后，京城沈氏的门楣是你撑着。娘，那个真嫡女呢？还在草原啃血吃土吧？流放黑风原，活不过一冬。等她一死，这世上就只有一个沈家嫡女，就是你。姑娘，夫人，黑风原传回信儿，大姑娘她月入500两。500两！她一个流放罪女，凭什么？慌什么？她赚得越多越扎眼。流放犯私自经商，聚落辽民牧民，本就是罪。
娘，我不甘心，嫡女的位子是我的，她要是靠这笔钱翻了身回了京，所以得趁早断了她的根。光靠咱们母女搬不动一个有乔家撑腰的人，可你别忘了，你如今是谁的人？您是说二殿下？今晚你进府，把你那位好姐姐在塞北的风光一五一十地吹进殿下耳朵里，借她的手比咱们自己动手干净。殿下，臣女有桩烦心事。我那流放的姐姐在塞北闹得太不像话了，又是奶酪又是马鞍，连塞北最大的商号乔家都被她勾搭上了。一个罪臣之女，风头盖过京里多少千金，臣女这心里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你说她搭上了乔家，乔家在塞北做的可是茶马的大生意。殿下怎么对一个商后上心了？臣女说的是他抢我嫡女名分的事。乔家管着塞北茶马，她一个流放女搭上乔家，下一步必往军头上伸手。北境的军马可不能让一个外人搅了局。你这桩烦心事，本王替你了了，不光是为你，也是为本王自己。殿下，要对付一个流放女子，递个折子治她私自经商的罪名便是，何必大费周章动用北京的政令？哼，治她私商之罪，乔家还有那些得了她好处的牧民都会替她说话，扳不倒反打草惊蛇。本王要的是釜底抽薪，传旨北境，3年之内，草原部署私牧私贩马匹牛羊。可这一禁，连军马采买也要受影响。无妨，军马这条线自有裴大人替本王盘着。一道禁牧令，明里断了沈知微的活路，暗里还能借清查司马之名，把北境的马源攥得更紧。这买卖，本王稳赚。记住，那个沈知微最好永远烂在草原里。哈哈哈哈！这一单军靴皮料8000两，痛快！掌柜的，京城分号800里加急，出大事了！沈姑娘，老夫在京城的眼线递的信，你看看吧。怎么了，姑娘？禁牧令，3年，草原不许私牧私贩马匹牛羊。这是要断整片草原的活路！老夫这8000两的军靴皮料，连同你的奶酪马匹，全成废纸了。乔掌柜，您再细想，这道令真是冲整片草原来的吗？真要整顿边境，何必挑在我刚搭上您乔家、刚要碰军马的这个屋檐上？你是说，这令是冲你一个人来的？我一个流放女，月入500两，又勾着您乔家早扎了京城某些人的眼。我爹当年就是查军马，查到丢了官举加流放，如今我又往军马上伸手，动了谁的财路，谁就急着断我的根。也好，他们越是急着出手，越是说明我踩着的正是他们的命门。那咱们如今该怎么办？他们逼我退，可我偏不退。这盘棋才刚到我落词的时候。北境300里，即日起禁牧3年，违者罪同私贩军马。果然，跟乔掌柜京城眼线递来的信一字不差，明着断草原，暗了是断我一个人。那日松乔掌柜回帐，这道令不是在原口哭能哭走的。薇姐，族老主张南迁，13部各怀心思。这道令是太部四臣裴崇昭和二皇子一起压下来的，咱们扛不住。扛不住就不扛，借势，借2个人，一个要边境稳的太子，一个被禁牧令逼急的13部。都坐下，光说借势是虚的，我一条条说给你们听。怎么借？2路上书，一路13部联名万民书，告断民生路，这是民怨；一路边关商户损失账册，列断军需供应，这是军情。2路直递太子。太子肯接？他必接。禁牧令一下，军马军粮军靴全断供。他想稳边境，就得帮我掀了这道令。这2路从一封封不无字、厚厚叠的叠正中了一份。这2路是摆在明面上的，真正要命的是这一份。乔叔，这份劳您亲手递到程建州手里。这一份只讲3件事：采购虚高几倍，骏马折损几成，北境军旗残马3马战场。这是直接捅裴崇白的命根啊！我没碰他的技术，没献秘方，只把旧法子有多烂算成一笔账，摆给太子看。太子看完自然会想，谁能把这烂摊子补好？你不慌啊？慌什么？这盘棋他们已替我走了2步，
二皇子下禁目令是第一步，我弟击毙书上万民书是反将一军，接下来就看他急不急。越是急着补刀的人，越容易露出自己的手。殿下，探得急报，沈知微串通北境13部，写了一份联名万民书，又备了一份北境军马击毙书，此刻正派人星夜送往京城，要直抵太子。一个流放罪女，竟敢反咬一口！殿下，那书子句句戳在军马旧账上，万一送进京，递到太子手里，太子顺着查下去，裴大人和咱们这些年的尽孝，那就别让他送进京。北境沿途各一道关卡，给本王盯死了！送信的人一露面，连人带信、万民书、击毙书一份都不许放进京城。去找沈之交，他那位好姐姐的把柄，亲妹妹最清楚。为一封通敌的信，我要他死在通敌二字上，永世翻不了身。薇姐，这一路3000里，我用命送到太子手里。不，你不去。为什么？你是部落继承人，13部要有人压阵，这一路对方一定有所行动。妹妹，我去。燕儿，3000里啊！让他去，这是替沈家争一口气。他若连这一程都不敢走，以后脊梁立不起来。3套行装，3条路线，3份一样的万民书，谁先到京谁递上，剩下2路让结书的人分不清哪份是真的。这一封贴身藏好，亲手交给程彦周当面拆。万民书是给天下人看的，这封信是给太子一个人看的。来了，盯死了，一份信都不许放过去。万民书交出来，烧了。牧养规制调整之后，边地出产改为公私共管之法。这并非只是一位远居异乡的女子为自家谋求安稳，她这是为整片北地百姓寻一条安身之路。沈知微究竟是何等人物，能想出这般筹谋？万民书与击毙书，我会一并呈太子，你回去转告他，这条路一旦走上去，便是与太母寺与二皇子正面为敌。她一个女子不怕吗？程大人，您不了解我妹妹，她从被人扔在黑风原那天起就没怕过。臣，且慢。父皇，北境13部连万民书告禁目令断民生路，边关87家商户损失账册，正断军需公祭，外加北境军马击毙书一份，列我大景军马30年3宗大毙。太子哥哥，这等东西也信？一份来路不明的书子，何人所写，有何凭据？父皇，二弟问得好，这数字是北境黑风原被流放的罪臣之女沈知微所写。果然，一个流放罪女写的东西，也敢拿到金銮殿上。二弟，这书子孤方才当殿公布，满朝皆是头一次听闻。可你一听是沈知微，不查证据不看内容，先急着骂她流放罪女，你是早就盯着这个沈知微了吧？禁目令是不是也是冲着他一个人去的？好一个禁目令！朕的北境军马烂成这样，无人敢奏，倒是一个被流放的女子，替朕看明白了。禁目令驳回！当年那桩军马采买案，重新挂回查办名录。父皇，退下！禁目令已驳，令尊的案子太子也允诺重查，你们熬出来了。你回去转告令妹，击毙书一开，便是动了太彭氏30年的根基，往后明枪暗弹只会更多，让他万事小心。姐姐，京城来信，禁目令取消了，父亲的案子要重查了。第一步成了。程大人是君子，也是太子手里最锋利的一把刀。等我回京那天，是带着我爹的清白，亲手掀了沈之交那张椅子。好马，这才是我真正在等的东西。王爷，前方黑风原，这儿就是写军马击毙书的地方。那份击毙书把军马采买的烂账揭了个底朝天，太仆氏恨不得拔了写书人的舌头。王爷此番亲自来，北境10万铁骑，年年骑着虚高3倍将，却折损30%的残马上战场。这笔烂账本王早想清算，却苦无凭据。如今一个流放罪女替本王把账算清了，本王倒要看看她是真有本事，
还是借军务沽名？可属下打听到，这位沈姑家跟传说中完全不一样，她在杀羊。姐，这只羊皮真好。削好了送乔叔做样品，肉分3份，好的腌肉干，碎的炖汤，下水留给学徒加餐。一只羊，一处不浪费。物尽其用，章法分明。你就是沈之薇？米女士，敢问这位是？放肆！这是镇守北境的定北王。那份北境军马击毙术是你写的？是。满朝武将太仆寺上下30年没人敢碰的烂账，一个流放女子为什么敢写？因为我不在朝堂里，没人情要顾，也没乌纱要绑。我只看见北境的兵骑着不该死的残马去送命。这话，满朝文武可10年没人敢说。这些话憋在王爷心里，怕也有10年了。这是民女自酿的马奶酒，尝尝。再来一坛。王爷好酒量。物尽其用，章法分明。北境军需缺的就是这样会算账、会做事的人。你这酒还有吗？王爷既爱喝，这几坛带着路上解乏。王爷，这沈姑娘要不要纳入军需名册？先看着，军马的事急不得，这个人也急不得。定北王，北境军权第一人，我要的那条军用大腿来了。胡马马仔先往南坡赶，那里被封。魏姐，东草场塌了！别怕，再撑会儿。王爷，黑凤原东草场塌了，沈家牧场被困风雪，人马尽现。备马回援。王爷，10级暴风雪，30里山路全埋了，逆行回去是拿命填。本王说回援。沈之薇，阿菊还活着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先救你！暖心，再暖心。王爷，那匹马驹也救上来了。知道了，先别让他操心这些。王爷，你一夜没睡？再躺一会儿。这个男人比我想的要难懂得多。沈姑娘，本王此番巡边，本为核查军马击毙。如今看过你这片牧场，也看过你这个人，北境10万铁骑的军马、军粮、皮甲、军靴，本王想全交给你。这个时候您把10万铁骑的军需押给我，是信我还是试我？两样都有。信你敢写击毙书的人不会做空头买卖，是你。本王要的不是一锤子的奶酪马鞍，是能稳攻北境10年的根基，一场雪球露出不敢压住。所以本王想看你怎么把这片塌了的草场重新立起来。好，那我就先跟王爷谈条件。这单子我接得下，但不是白接。其一，军役为我家商队开，黑风原到京城运军需的货全程免税，驿站换马。这不是为我自己，军需要快要稳，走商道处处被刁难抽税，误的是您的军情。在理，准。其二，北境军营派一队人护我牧场，防雪灾，防马匪，防有心人下黑手。您要10年稳供，就得保我这片根基10年不被毁。今日是雪，明日难保不是火，不是刀。准。本王拨50旌旗，常驻黑风原。其三，我爹沈成狂的案子，他蒙冤流放至今未雪，王爷在朝中在御前要替沈家递一手。准。但本王把话说在前头，你爹的案子牵着军马旧账，牵着二皇子，本王替你递这一手，便是与他们撕破脸，你怕不怕？王爷敢替我递，我就敢接着后果。王爷，您这一击就是10万两的生意，还有一份不好还的人情。不止。你看见王爷看姑娘的眼神没？还有那8坛酒，宝贝似的不让人碰。嘘，不对劲啊，兄弟！王爷这是……闭嘴，想没命了！薇姐，这就是你血液里拼命护下来的那窝种子，要是成了，这一胎是我赌了3代血脉的结果。薇姐，这毛瑟，
汗血，真正的汗血宝马！都听好，今天这事，出了这棚谁也不许提一个字。这么好的马，藏着干嘛？好马露了白，引来的不是买主，是抢马害马的人。先把它藏住，你们先各自散了，守好嘴。那日松，把产棚看紧。乔叔，您留一步，有些话我得单独跟您交个底。乔叔，方才在棚里不能说的，这会儿说给您听。此马经3代培育，长大后又快又烈又能过冬，可以说是大景最好的骏马种，而且别人还复制不了。这要是被裴崇章知道，他30年骏马垄断就完了。所以他知道那天就是来抢来杀那天。这张图除了我谁也不能看全，今儿让您看是要您明白这马金贵在哪儿，凶险在哪儿。往后削它，您心里得有数。那这头胎驹是献还是卖？以老祖看，献给太后讨个人情。谁也不献。这匹马是个样品，不是贡品。我要把它牵到太子面前，让他亲眼看见黑风原能为大景产出最好的骏马。太子如果想边境有好马，那我就是那个唯一能给他好马的人。正好我也缺个回京的理由。太后寿宴在即，太子已知北境有良马，你若亲牵此马入京，即可证明，必可会一会你那位好妹妹。敢不敢？萧欢欢，收拾行装，我们回京啊！姐，你不是说3年不许回京吗？流放犯私自回京是死罪啊！傻丫头，咱们不是流放犯偷偷溜回去，咱们是奉诏，堂堂正正，牵着大景最好的马走进京城。我爹的清白，沈家的嫡女名分，该我自己去讨回来了。看那匹马，红得像火。那牵马的是定北王，王爷身旁那女子是谁？竟敢与王爷并肩？这不是被流放的罪臣之女？定北王竟亲自为她牵马，还容她并肩而行。3年前，我被人用囚车拉出这座城。今天，我牵着大景最好的马，与北境的定北王并肩，自己走。汗血好马，北境真能产出这种马？裴崇昭那边的军马生意恐怕……好马，这是哪里来的好马呀？回禀太后，此马产自北境黑风原，乃沈之威亲手所育，特来为太后贺寿。民女沈之威，献太后3礼，贺寿安康。1献马奶酒8坛，延年暖身；2献雪羊毡1匹，好与寒安。这是塞北的味道。至于这第3礼，这一点催民女斗胆，不是献。这匹汗血宝马，民女舍不得献，民女要献给太后，献给陛下，献给大景的，是北境黑风原年年都能产出这样的好马这句话。一匹马只能贺太后1次良马，可若北境为我大景劝边军添10万铁骑的底气，好胆识，好心思。哀家活这把年纪，头回见一个姑娘献寿能献出10万铁骑的底气来。北境军马关乎国本，沈之威献策有功，如今又系蒙冤待查之身，赐沈之威将军之位，暂领北境牧监协理之责，专司军马牧养。即故沈丰人一案，并案重审。沈将军真是好胆气，一匹马就把满朝文武连同父皇都哄住了。二殿下过誉，民女不过想替家父讨一句公道，替北境的兵换几匹好马。好马，沈将军，有些钱30年来就该是有些人挣的，你横插一手，断的可不是一门生意，是许多人的财路，许多人的命脉。讨公道这种事，讨着讨着是会出人命的。二殿下这话，民众记下。不过靠吃军马差价让边军骑残马送死挣来的钱，二殿下花着，当真睡得安稳。巧了，要出人命这事，民口也这么觉得。告辞。姑娘，这可是诛9族的罪，万一笔记对不上沈之威的。对不上。当年在沈府，他的字拓家书我都留着。娇儿，照着他小时候的笔锋描，他流落草原3年，字只会更生疏。描他旧字万无一失。娘说的对，他一个种地杀羊的，哪还顾得上练字？娘您看，跟他的字一模一样。娇儿，你描的是他10岁的字，可一个人长大了，笔锋会变。你这信里有几个字的收笔，还带着你自己的习惯。娘您多虑了，满朝大臣谁有空一笔一画去比对一个流放罪女的字？只要二殿下一递，通敌2字扣下来，先把他下了大狱再说。但愿姐，这些都是程大人3个月前悄悄送来的。沈之交这3年在京里经手的家书、账目、往来信件，副本全在这儿。姐，你早料到他会伪造你的字。我料到的不是他伪造，
是二皇子被禁目令逼急了，一定要置我于死地。而要置我于死地，最快的法子就是通敌。父皇，我要检举沈之威私下外联外地商客，此函乃是我们在外截获的书信，信中他暗中接洽外乡势力，行事不合族规，还请沈之威出面当堂与他对质，查清此事。沈之威，此事你作何解释？陛下，民女不认，但民女不空口自辩，只请陛下看3样东西。第一张二殿下方才呈上的通敌信，第二张是民女庶妹沈之娇近年写给二殿下府上的一封家书，这一封3个月前便经程大人之手在大理寺存档。第3章是民元近3年在北境亲笔写的牧场账册，请陛下，请程助人细辨那封通敌信上的字，到底像现在的我，还是像写家书的沈之娇？程彦州，你执掌刑名，最善辩伪，当天何验？启禀陛下，臣验明3处：其一，通敌信笔锋稚嫩，收笔圆钝，与沈之威近3年账册上老辣的笔锋截然不同，绝非他近年所属。其二，信中“敌马须”3字的收笔回锋与沈之娇家主上的习惯分毫不差。其三，临摹者为求行刑反录极短，这封信确实仿沈之威旧字，而由沈之娇亲手所悉。好一个截获通敌信，萧景义！你身为皇子，伙同外人伪造通敌罪证，构陷有功之臣，眼里还有没有朕？又有大警律法！父皇，儿臣也是被沈之娇蒙蔽，是他伪造呈给儿臣的。果然，传一臣先踹同伙下水的，永远是这种人。不可能，殿下！闭嘴，什么都别认。你们仿的是10岁那年的我，可你们忘了，人是会长大的。当年那个任你们搓圆捏扁的沈家嫡女，早就死在黑风园的雪里了。站在这儿的是把你们一手送来的死路原样还回去的沈之威。陛下，民女蒙冤得雪，本该谢恩告退，但有一事如鲠在后。那封伪造的通敌信，敢拿军马虚实做文章，说明有人笃定军马这本账水深经不起查。庶妹一介深闺女子，能仿出我的字，能拿到北狄尾印，背后若无人指点，无人供给，她办得到吗？3年前，我父亲沈冲湖正是因为查军马采买的亏空，才被构陷下狱，举家流放。沈之威，军马采购一案，朕3年前已结，如今重提，是说朕当年错判了？陛下没有错判，错的是呈到陛下面前的那本账本身就是假的。陛下3年前是被一本假账蒙蔽，今日民女只求陛下准我把那本真账呈到您面前。好，准了。若大理寺程建州主审彻查军马采买旧案，半月内朕要看到真账。采买价制面1匹40两，地账上实付市价8两，一匹马吃掉32两。3年采买30万两军马虚报贪墨，至少30万两。顺着这条银线摸到底。大人，这银子陷入太仆寺卿裴崇昭的私账，再经3家钱庄转手，最后7成进了二皇子的私库。裴崇昭管采买，二皇子做靠山，分赃3期，怪不得他们要伪造通敌信，急着取沈之威的命。沈之威，你出来！一封通敌信没扳倒你，反搭进去本王半条命。可你别得意，军马案牵连甚广，你背后没人撑得起这么大的盘子。二殿下方才问，谁撑得起这个盘子？本王北境10万铁骑撑得起。你贪的那30万军马银，喝的是边关将士的血，这笔账，本王亲自跟你算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3前军马劫买一案，实系太仆寺卿裴崇昭虚报贪墨，构陷忠良。今真相大白，沈清文无罪昭雪，官复原职，加封3等子爵，以彰其中。老臣查了一辈子账，没查错，终于可以回京见列祖列宗说一句：沈承文没有他跟我听一分钱。您看，您没查错，是女儿替您把这本账查到底了。太仆寺卿裴崇昭贪墨军马银30万两，构陷忠良3族流放。二皇子萧景月纵容分赃，伪造通敌，构陷大臣，夺封号，圈禁宗人宫，无诏永不得出。罪附卫士，伪造族谱，冒敌夺产，主谋诬陷，
褫夺诰命，杖责后没入官奴。沈之交伪造通敌罪至，逐出沈家族谱，贬为庶人，流放南安，终生礼佛，不得还族。威儿，快收拾东西，平反了，全家一起回京，风风光光的回去。爹，娘，女儿不回京。为什么？京里的神府、嫡女的命运都该是你的，你受了3年的苦，不就为讨回这些吗？爹，女儿当初说要讨回嫡女名分，要掀了沈之交那张椅子。如今她被逐出族谱，流放礼佛，卫氏也为官奴。如今这里的每一寸草，每一匹马跟着我活下来的人，是我自己一寸一寸挣出来的。我想在这里做黑风原的沈之微。从今日起，沈家你说了算。咱姑娘是真的长大了。威儿，京里那摊子爹替你盯着，你在北京放手去做，天塌下来有爹和朝廷里的清流给你顶着。我在京里替你看着，谁敢再说你坏话，我撕烂他的嘴！爹娘回京是沈家在朝堂的根，我留北境是沈家在天下的本，一根一本。这一回，沈家再也不怕谁来严根拔起了。你来看我的笑话！我来跟你算最后一笔账。这些是我生母的嫁妆，被你和卫氏动了18700两，我不要你还，你按个手印儿，从此你我两清。好了，好了。魏姐，宁北牧场出事，东草场夜里走毁，烧了大半。木工还说，喂马的草料里被人下了药。裴崇昭二皇子都倒了，还有人敢动我的根，是冲那匹汗血马，冲军马来的。回牧场，这背后还藏着一条没揪出来的蛇。回牧场。魏姐，是梧桐姐，早就掺在料里了。蜂巢停料，解毒，甘草、绿豆、蜂蜜，大锅猛火熬。汗血马先灌，它中毒且救得回。魏姐，汗血马缓过来了，11匹没救回，但大群保住了。核心种马1匹没少，这人刚刚在马场鬼鬼祟祟，我给他擒住了。是谁指使你的？这种断群马根的狗东西，一刀宰了！不杀，杀了他就死无对证，正合目众人的意。写，谁给的钱？哪天混进来？还有什么后手？一笔笔写下。郑国公还约了北狄马府，趁牧场起火来劫掠。郑国公，二皇子的母族舅父。郑国公，二皇子的母族舅父。当年军马贪摸，他是藏得最深的那只暗骨，裴崇明案都没把他咬出来。他烧我马场，反倒把自己烧了出来。这条线连本带利一起清。我在园内布迷阵，铜陵陷马沟，把马匪兜住。王爷在外合围，我做网，你做刀。王野收，一个不留。绑了，连同供词押送京城，剩下的交给程大人。陛下，军马贪墨案彻查完结，当初查得直接贪墨30万两，顺藤揪出隐藏暗谷郑国公一脉，历年滚存分赃，合计人云物证俱全，铁证如山。40万两！这群蛀虫喝了边军30年的血，郑国公一党抄家问斩，一律严办。这军马采购的烂规矩，给朕连根拔了。敬他，配他，便够了。太仆寺垄断军马30年，养出40万两贪墨，这垄断之制，今日废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废军马独购之制，军马采买改民牧军管双轨，民间牧场公开竞养，兵部督河。北境黑风原牧羊有功，特设北境军马总监，列为大景第1军马供应基地。从一份击毙书到那6个字“民牧军管双轨”，今日落地了。朝廷废了垄断，立了双轨，这机会不是给我沈家一家的。我提议成立塞北牧业总社，13部连同所有牧场拧成一股绳，一起供军马，一起分利。湘军献马有功，有王爷撑腰，独吞岂不更赚？独吞就是第2个太仆寺，朝廷绝不会再容。13部连成一片，利益相连。谁想动这片草原，就是与整个塞北为敌。分利不是我大方，是把大家绑成一条谁也拆不断的船。威尔，军马的事了了，郑国公也伏法了，你
总算能歇口气了。王爷特意上封地，就为说这个？明日，本王登门，有件大事要正式同你说。燕哥，王爷搬了8坛酒来，在外头转了3圈了。别声张，看着。王爷要进来就进来，8堂酒摆门口做什么？这8堂酒是我讨来的。从第一回在你那屠宰棚前喝你的马奶酒起，我就想着往后这酒，我想天天有的喝。这是我亲手攒的，一颗一颗攒了1年半，自己香也香得不好看。可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亲手为一个人做的东西。沈知微，我萧丽渊愿以此棺为聘，娶你为妻。我做过流放犯，杀过羊，手上有茧。嫁了你，我还要骑马管帐，抛头露面，这样的我，你还娶吗？我娶的从来不是低眉顺眼的王妃，是那个能写击毙书，能把荒原变成沃田的沈知微。你要骑马，我给你最好的马；你要抛头露面，本王为你撑腰。这样的你，我求之不得。好，这顶冠我接了，这个人我也嫁了。皇祖母，孙儿想娶妻北境沈知微，孙儿这辈子只娶她一人，绝无侧妃。孙儿手握10万兵权，又娶能天恩之妻，恐有人嚼舌内外勾连，为避嫌为表寸心。这兵符，孙儿愿即刻上交。能让哀家的李渊甘愿放下兵权去娶的女子，也只有那个从黑风原雪里挣出一片天的沈知青了。大景历朝传由太后亲赐13部同贺的草原婚礼，今日开场。哀家懿旨，今日大婚，谁敢质回，以忤逆论处。3年前，我跪在这片荒原上，抓起一把土。今天，我带着他亲手攒的棺，骑着我亲手育的马，走过它。这一程，我是自己走过来的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定北王，这一生可不许后悔。我戎马半生，赢过无数次，可这一生只在此刻，觉得自己真正赢了。那往后，我们一起赢。